在许多资深金融从业者的书架上，你或许会发现一本看似普通却被反复翻阅的经典之作——拉斯特维德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这本书虽然在国内并未掀起太大的宣传波澜，却在投资圈内被奉为圭臬。究其原因，在于他试图回答一个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否从事金融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生活总是在繁荣与衰退之间摇摆不定，如同坐上一辆永不停歇的过山车？这背后究竟是无序的混乱，还是隐藏着某种可以被理解的规律？这本书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们穿越300年的金融历史迷雾，从南海泡沫的疯狂到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去寻找那只驱动周期运动的看不见的手。故事的开端要从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人说起。在18世纪初的法国，国家财政正濒临破产，而约翰·劳带着一个大胆的、近乎疯狂的计划来到了巴黎。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它拥有多少黄金白银，而取决于其商业的活跃程度。为了让商业活跃起来，就需要充足的货币，但黄金白银数量有限，那怎么办呢？约翰·劳的答案是用纸币。他成功说服了法国摄政王，成立了一家银行，发行由国家信用背书的纸币。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创举。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纸币的价值，约翰·劳将银行与他控制的密西西比公司深度绑定。这家公司拥有对法国在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那片广袤的土地被描绘成遍地黄金、资源无限的人间天堂，公司的股票成了纸币价值的终极锚点。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狂潮被点燃了。全法国的人，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都疯狂地涌向一个叫做甘康普瓦斯街的地方，抢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股票价格在短短1年内飞涨了几十倍。人们相信自己买到的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门票。约翰·劳也因此被奉为财神，地位一时无两。但问题是，密西西比公司在北美的业务真的能支撑起如此疯狂的股价吗？当然不能。那里的发展远没有宣传中那么美好，所谓的黄金更是子虚乌有，支撑股价的纯粹是人们的狂热预期和源源不断涌入的资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泡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吹气球。约翰·劳不断地向市场这个大气球里吹入纸币热气，气球越吹越大，看起来五彩斑斓，但它的外币，也就是真实的经济产出，却并没有相应的变厚。当一些聪明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悄悄地将手中的股票兑换成黄金、白银，然后离场时，恐慌就开始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冲向银行要求兑现，而银行发行的纸币早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拥有的黄金储备，最终支付系统崩溃，股价一泻千丈，无数人在一夜之间从巨富沦为赤贫。这就是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它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由纸币驱动的全国性的金融狂热与崩溃。他用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当货币的发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约束，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幻梦中时，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正在悄然酝酿。就在法国人经历密西西比泡沫的阵痛时，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也没闲着，他们上演了一出同样精彩但结局相似的剧目，这就是现金支付危局。与法国不同，英国的金融体系相对成熟，英格兰银行的存在为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但人性的贪婪是共通的。一家名为南海公司的企业效仿约翰·劳的模式，提出一个宏伟计划，由公司来承接英国政府的巨额国债作为交换，政府赋予他对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同样是贸易垄断权，同样是美好的未来预期。南海公司向公众描绘了一幅通过与南美洲进行奴隶和商品贸易就能赚取巨额利润的蓝图。和法国一样，英国的公众也疯狂了，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狂飙，从年初的128英镑涨到了夏天的1000英镑。这股狂热催生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泡沫公司，有的公司宣称要从黄瓜里提取阳光，有的甚至直接说项目内容暂时保密，但就是这样荒唐的项目，股票居然也能被一抢而空。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繁荣之中，连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最初也参与了投资，并及时抽身获利，但他看到市场继续疯狂上涨，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再次冲进市场，结果亏得一塌糊涂，留下了那句名言：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无法计算出人性的疯狂。这场狂欢的终结源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法案——泡沫法案。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南海公司推动政府出台了这个法案，
规定成立股份公司必须得到皇家特许。这本意是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却无意中刺破了整个市场的泡沫。当那些小泡沫公司破产时，恐慌情绪开始蔓延，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以求自保，最终连南海公司自己也未能幸免，股价轰然倒塌。这就是典型的现金支付危局。当投机达到顶峰，所有人都想把纸面富贵变成实实在在的黄金白银时，就会发现市场上的真金白银根本不够，危机便爆发了。从法国到英国，这2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泡沫事件，让人们第一次系统地观察到一个现象：经济似乎并不会平稳地增长，而是呈现出一种繁荣崩溃的交替模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于是人们开始从偶然的疯狂事件中寻找普遍的规律。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一种新型的与商业和工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危机开始频繁出现。工厂会突然倒闭，工人会大规模失业，商品堆积如山却卖不出去，这让当时的人们非常困惑。难道我们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反而成了坏事吗？这不符合常理啊！早期的一些思想家，比如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他认为，一个生产者之所以生产，是为了用卖掉产品的钱去购买其他产品，所以一个人的产出就是另一个人的需求。理论上，整个经济体系是能够自我平衡的，不会出现普遍性的生产过剩。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完美，但现实却一次又一次的打脸，经济危机依然有规律的爆发。于是，另一些思想家开始从别的角度寻找答案，比如西斯蒙蒂，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通常只够维持基本生活，而资本家则会把大部分利润储蓄起来，或者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消费。这就导致了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想象一下，一个工厂生产了100件衣服，但工人们的工资加起来只够买70件，资本家自己也穿不了几件，剩下的衣服自然就卖不出去了。当这种情况在全社会普遍发生时，商品积压，工厂只能减产裁员，危机就爆发了。这个解释在当时非常有启发性，他第一次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可能出在需求不足和分配不均上。还有一些人，比如马尔萨斯，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快于食物供给的增长速度，这会导致贫困和动荡。虽然这些早期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它们的价值在于将人们的目光从指责某个投机者或某个愚蠢的政策引向了对整个经济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思考。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危机可能不是一个需要道德谴责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需要科学分析的内生于商业活动本身的规律。这种商业的规律在年轻的美国表现得淋漓尽致。1837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故事展现了这个道理。19世纪初的美国像一个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充满了机遇和梦想，尤其是西部广袤的土地吸引着无数人前去淘金。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开发，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土地。同时，当时的美国银行体系非常宽松，甚至可以说是混乱，各地的小银行可以随意发放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和自己的银行券，也就是一种代用货币。这一下就点燃了土地投机的火焰，人们可以轻松地从银行借到钱，然后去买地，买了地之后，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他们又可以把升值的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借出更多的钱，再去买更多的地。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循环，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互相推动，制造了巨大的繁荣景象。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他极其不信任纸币和银行家，认为他们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他决心整顿这个混乱的金融体系。他先是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当时唯一的中央银行的续期法案，导致其在1836年关闭。然后他又颁布了一道著名的硬币通告，规定购买政府土地必须使用黄金或白银支付，银行发行的那些纸币一概不收。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抑制投机，稳定金融。但它的出台就像是往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上猛地抽了一鞭子，那些靠着银行贷款和纸币进行土地投机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资金链断了，他们必须去银行把纸币兑换成真金白银，而银行根本没有那么多储备。恐慌迅速演变成挤兑潮，银行一家接一家的倒闭，土地价格暴跌，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崩溃，因为棉花种植园主也是土地投机的主力军。最终，一场席卷全国的严重经济危机爆发了，并持续了数年之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一个由信贷驱动的繁荣中，任何试图强行收紧信贷的政策都可能成为刺破泡沫的那根针。而且它也暴露了缺乏一个统一的、能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的中央银行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银行体系就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崩溃。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新的繁荣引擎出现了，那就是铁路。19世纪中叶的铁路狂热，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它极大地改变了商品的运输方式和人们的出行方式，深刻地重塑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地理。修建铁路需要巨大的投资，这催生了现代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人们相信投资铁路就是投资未来，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于是大量的资本，包括来自欧洲的资本，都涌入了美国的铁路建设。铁路公司的股票成了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资产。繁荣在1873年达到了顶峰，但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终结了这一切。导火索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杰伊·库克公司的破产。这家银行深度参与了北太平洋铁路的融资，但铁路建设的成本远超预期，而公司的资金却出了问题。当他宣布破产时，整个市场都震惊了。如果连库克公司这样的大机构都会倒闭，那还有谁是安全的呢？恐慌像瘟疫一样在华尔街蔓延，纽约证券交易所史无前例地关闭了10天。铁路股票价格暴跌，信贷市场冻结，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美国再次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这个故事再一次印证了之前的模式，一项前景广阔的新技术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投入，形成了投机泡沫。而当某个关键节点，比如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暴露出这个体系的脆弱性时，繁荣就会戛然而止，转为萧条。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自己，只是每一次的主角不同而已。经历了这么多繁荣与崩溃的故事，人们不禁要问，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第6章的标题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答案：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挑战我们的直觉？繁荣意味着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人人都有钱赚，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怎么会成为萧条的原因呢？拉斯特维德在书中引导我们这样思考：想象一下，经济体是一个人，在繁荣时期，这个人情绪高涨，过度自信，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于是开始毫无节制的消费、借贷和投资。他会借钱去买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房子和车子，企业家会借钱去建超出市场实际需求的新工厂。银行看到人人都在赚钱，也放松了警惕，愿意把钱借给那些原本不够资格的借款人。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一种乐观的情绪中，但是这种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投资和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工厂建得太多，产品就会过剩，房价涨得太高，总有一天会没有人接盘。当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当投资的回报开始低于预期，当第一个人开始还不起贷款时，问题就暴露了。银行收紧信贷，资产价格开始下跌，人们的乐观情绪迅速转为悲观。之前借钱消费的人，现在要节衣缩食还债；之前大举扩张的企业，现在要裁员求生，于是萧条就来了。所以繁荣并没有错，错的是繁荣时期人们的过度反应、过度的乐观、过度的借贷、过度的投资。这些行为就像在经济体内埋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为后来的萧条准备好了所有的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萧条不过是在为繁荣时期的狂欢买单而已，这是一种残酷的清算，也是经济体自我修复、回归均衡的必经之路。理解了繁荣与萧条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便进入了本书的第2篇，开始探索经济周期的规律。早在19世纪，就有人开始尝试寻找经济周期的固定节拍。其中最有趣的一位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他发现经济危机似乎大约每隔1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他苦苦思索，到底是什么因素会以如此规律的周期影响全球经济呢？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太阳。他收集了太阳黑子活动的数据，惊奇地发现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平均也是10年多一点。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说：太阳黑子的活动会影响地球的气候，从而影响农业收成，尤其是在当时的农业大国印度。农业收成的变化又会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英国这样的工业国的经济，最终引发周期性的危机。这个太阳黑子理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有些异想天开，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但是我们不能嘲笑杰文斯，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试图为经济周期寻找一个外生的规律性的驱动力。他启发后人去思考
经济的波动可能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遵循着某种可以被量化的模式。这种寻找时间密码的努力，标志着经济周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描述危机，而是渴望能够预测危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地定义经济周期呢？经济周期并不是指股市的每日涨跌，也不是指某个行业的兴衰，而是指国民经济整体活动的扩张与收缩的交替。一个完整的周期通常被划分为4个阶段，我们可以用4季来做比喻。第一个阶段是复苏期，或者叫扩张期，就像春天。在经历了萧条的寒冬后，经济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企业开始增加投资，招募员工，人们的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长。第二个阶段是繁荣期，或者叫顶峰，就像夏天。此时经济活动达到最高点，工厂全速运转，失业率很低，市场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显现，资源变得紧张，利率也开始上升。第3个阶段是衰退期，就像秋天，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之前过度投资的问题开始暴露，企业利润下降，开始裁员，人们的消费意愿也降低了。第4个阶段是萧条期，或者叫谷底，就像冬天，经济活动萎缩到最低点，失业率很高，企业大量破产，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情绪。然后在谷底，新的技术、更有效率的生产模式可能开始酝酿，为下一轮的复苏播下种子，周而复始。需要强调的是，这个4阶段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框架。在现实中，每个周期的长度和强度都是不同的，没有2个周期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个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判断当前经济正处于哪个阶段，以及接下来可能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在经济周期的早期研究中，一个核心的争论点是关于货币的。关于货币在经济周期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存在着2大派别的激烈争论。一派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管理学派，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特别是大萧条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常态化的有效需求不足。人们的储蓄意愿总是强于投资意愿，这会导致经济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他们主张政府和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通过减税和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总需求，中央银行则应该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他们把经济比作一部机器，当机器运转不畅时，就需要政府这个维修工去加点润滑油或者踩一下油门。另一派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恰恰在于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干预。当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而人为的压低利率、增发信贷时，就向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企业家们会以为社会上的真实储蓄增加了，于是开始进行一些本来不应该进行的过于长期的投资项目，比如建造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这就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和不当投资。这种由廉价货币支撑的繁荣是虚假的，是不可持续的。当中央银行最终不得不因为通胀压力而收紧货币时，这些不当投资的真实面目就会暴露出来，泡沫破裂，经济陷入衰退。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衰退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必要的清算过程，是市场在自发的纠正之前犯下的错误。政府的任何救市行为都只会阻碍这个清算过程，让问题变得更糟，就像给一个需要排毒的病人继续喂食垃圾食品一样。这2派理论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走过了对周期现象的发现和理论的探索，本书的第3篇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去观察经济周期的隐藏决定力量。作者告诉我们，试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经济周期是徒劳的。经济周期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就像一锅正在炖煮的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材，比如信贷的扩张与收缩、企业的投资决策、消费者的信心、政府的政策、技术的创新，甚至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信贷的泛滥点燃了投机之火，有时候是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开启了长期的繁荣，有时候是突发的外部冲击，比如战争或石油危机，打断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理解经济周期需要的不是一把能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而是一个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模型，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当前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这幅图景的核心在于，经济系统不是一个线性的、可预测的机械系统，而是一个充满反馈循环的动态演变的生态系统。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第15章提出了3种周期模式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整合了历史上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经济的整体波动实际上是3种不同长度的周期叠加在一起的结果。第一种是短期的基金周期，也叫存货周期，长度大约是3到4年。这个周期主要和企业的存货管理有关。当经济向好时，企业会增加生产，导致存货增加。但如果市场需求没有跟上，存货就会积压。为了清理存货，企业就必须削减生产，这就会导致一个短暂的经济放缓。当存货清理完毕后，企业又会重新开始增加生产，开启下一个循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商店老板进货的过程，总是在进多了和进少了之间摆摆。第二种是中期的朱格拉周期，也叫设备投资周期，长度大约是7到11年。这个周期主要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驱动。机器设备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当大量设备在同一时期达到使用年限需要更换时，就会引发一波投资高潮，带动经济繁荣。投资高潮过后，又会进入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我们之前讨论的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危机都属于这个范畴。第3种是长期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也叫技术创新长波，长度大约是50到60年。这个周期的驱动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就是由基础性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所引领，比如蒸汽机、铁路、电力、信息技术等等。这3种周期就像海浪一样，有小小的涟漪基金周期，有中等的波浪朱格拉周期，还有巨大的潮汐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它们同时存在，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复杂而多变的经济波动图景。然而，即便我们有了周期的分析框架，预测经济的精确转折点依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用蝴蝶效应来解释。这个概念来源于气象学，说的是在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它的核心思想在于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可能会被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不断放大，最终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它由成千上万个相互关联的个人、企业和机构组成，每个主体都在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预期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又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系统和其他主体的决策，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反馈网络。在这种系统中，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比如一家中等规模银行的倒闭，或者一项不引人注目的政策调整，都可能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通过恐慌情绪的传播或者信贷链条的断裂，被迅速放大成一场波及全局的金融风暴。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总是难以准确预测衰退的到来。他们可以识别出经济中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就像气象学家可以判断出大气中积聚了不稳定的能量一样。但是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是哪一只蝴蝶在哪一个时刻扇动翅膀，最终引爆了这场风暴。这种内在的不可预测性提醒我们，在看待经济问题时要保持一份谦逊，避免陷入机械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在所有驱动周期的力量中，有一种力量常常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但其作用却至关重要，那就是趋势与心理。传统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经纪人，会根据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的决策，但现实中人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常常受到贪婪和恐惧的支配，并且有强烈的从众倾向。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种群体心理扮演了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在繁荣的上升期，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赚钱效应的扩散，乐观情绪会相互传染，人们会选择性地关注好消息，而忽略潜在的风险。他们会为自己的投机行为找到各种合理化的理由，比如这次不一样了，新经济将永远繁荣。这种集体性的乐观会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当趋势逆转进入衰退期时，情况则完全相反，恐慌情绪同样会迅速传染，人们会不计成本地抛售资产，导致价格的崩溃式下跌。他们会过度悲观，即使在经济基本面已经开始好转时，也不敢消费和投资。这种群体心理的剧烈摆动像一个放大器，极大地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振幅，它使得繁荣时期的泡沫吹得更大，也使得萧条时期的谷底挖得更深。因此，理解经济周期不仅要分析冰冷的经济数据，更要洞察市场背后那颗摇摆不定的人心。这种由新技术和群体心理共同驱动的周期模式，在20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互联网的出现无疑是一场堪比铁路和电力的技术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商业的运作模式和人们的社交方式。人们相信互联网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所有传统的商业规则都将被颠覆。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大量的资本涌入了与互联网相关的初创公司。当时一家公司只要把名字加上.com 的后缀，似乎就能立刻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衡量一家公司价值的标准不再是它是否盈利，而是它的眼球，也就是网站的点击率和用户数量。人们疯狂地追逐着这些所谓的网络股，相信自己正在投资下一个微软或苹果。这股狂热在2000年初达到了顶峰，纳斯达克指数一路飞涨，这与19世纪的铁路狂热以及更早的南海泡沫何其相似。同样是革命性的新技术，同样是美好的未来故事，同样是脱离了基本面的疯狂投机，而结局也同样不出所料。当人们发现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根本无法将巨大的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利润时，当一些公司的财务丑闻开始暴露时，信心开始动摇。最终，泡沫在2000年3月破裂，纳斯达克指数在接下来的2年里暴跌了近80%，无数网络公司灰飞烟灭，投资者损失惨重。互联网泡沫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多么具有革命性，商业的本质和人性的弱点是不会改变的。经济周期的古老剧本只是换上了新的时代戏服，在历史的舞台上反复上演。经历了对周期、历史、理论和驱动力的全面审视，我们来到本书的第4篇，探寻经济周期的精髓。现实世界远比任何理论模型都更加复杂和混乱。理论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往往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比如理性经纪人、信息完全对称等等，而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往往是不成立的。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拿着某一个理论的标准答案去生搬硬套，现实就一定会碰壁。作者提醒我们，对待经济理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它们看作是一张张不同的地图，而不是看作是对现实的精确复制品。每张地图都有它的用途，也都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在分析短期需求波动时，凯恩斯的地图可能更有用，而在思考长期技术变革时，熊彼特的地图则能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一个成熟的观察者不应该执着于寻找唯一正确的地图，而应该学会在不同的场景下灵活地运用不同的地图，并将它们提供的信息整合起来，形成对现实世界一个更加立体和全面的认知。为了更好地理解周期的本质，第20章带领我们回到了经济学的源头，重温了亚当·斯密的3个问题。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实际上提出了3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第二个问题是财富是如何在社会的不同阶层，比如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长期增长？拉斯特维德认为，经济周期现象与这3个古老的问题都息息相关。在周期的不同阶段，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会发生剧烈波动，这直接关系到第一个问题。在繁荣期，利润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可能会上升，而在衰退期，工资的占比可能会相对稳定甚至上升，这影响了第二个问题，关于财富的分配。而周期的波动，特别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又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最终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方式，这回答了第3个问题。可以说，经济周期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经济学核心问题之外的特殊现象，它恰恰是市场经济在解决这3大核心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动态的、非均衡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综合全书的分析，我们能否总结出周期最主要的驱动力呢？作者认为，驱动经济周期的核心力量主要有3个，第一个也是最常被提及的，就是信贷的扩张与收缩。信贷就像是经济的血液，当银行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充足而廉价的信贷时，企业的投资和个人的消费就会被激发，推动经济走向繁荣。但信贷的过度扩张必然会导致债务的累积和资产价格的泡沫，当债务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或者当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开始收缩信贷时，经济就会逆转，走向衰退。第二个驱动力是人类的群体心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从众、贪婪、恐惧，这些深植于人性的心理因素会极大地放大信贷周期带来的影响，使得市场的波动远远超出基本面所能解释的范围。第3个驱动力是技术和创新的浪潮，重大的技术革新会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投资和增长周期，但也伴随着对旧经济结构的破坏和调整。
这三大驱动力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比如，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会激发乐观的心理预期，从而吸引大量的信贷投入，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繁荣与萧条周期。理解这三大驱动力的互动模式，是把握经济周期精髓的关键。面对如此复杂且强大的周期力量，现代经济的管理者中央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或者我们中国的人民银行，它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两大目标：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平衡任务。在经济衰退时，为了促进就业，央行需要降息，放松货币供应，但这可能会埋下未来通货膨胀的隐患。在经济过热、通胀高企时，为了稳定物价，央行又需要加息，收紧货币，但这又可能扼杀经济增长，甚至引发衰退。央行行长的工作就像是在走钢丝，更困难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从出台到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存在着漫长且不确定的滞后期。这就好比你驾驶一艘巨轮，当你转动舵盘时，船头可能要过很久才会真正开始转向。如果舵打得太晚或者太猛，就很容易矫枉过正。比如，当央行看到经济已经过热才开始加息，可能为时已晚，最终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紧缩措施，从而导致一场不必要的严重衰退，反之亦然。因此，中央银行家们必须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他们不仅要看当前的经济数据，更要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向。但正如我们所知，经济预测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尽管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相比过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央银行想要完全熨平经济周期，依然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理解了经济周期的宏观图景，本书的第5篇将视角转向了微观层面，探讨经济周期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我们普通人理解自己的财富波动或许更有启发。房地产市场毫无疑问是周期之母。为什么房地产周期如此重要？首先，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房子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资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财富。其次，房地产行业产业链极长，上游关联到钢铁、水泥、建材，下游关联到家电、装修、中介服务，它的兴衰对整个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三，购买房产通常需要使用高额的银行贷款，也就是按揭，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天然就是一个高杠杆的市场，它的波动与银行信贷周期紧密相连。房地产周期通常比一般的商业周期更长也更剧烈，一个典型的房地产周期从繁荣到萧条可能长达15到20年。在周期的上升阶段，宽松的信贷、乐观的预期和土地供应的限制会共同推动房价持续上涨，形成强大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当房价上涨到远超居民负担能力的水平，当利率开始上升，信贷政策收紧时，市场的转折点就可能到来。而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长、沉没成本高、流动性差等特点，一旦进入下行周期，其调整过程也往往是痛苦而漫长的。历史上许多严重的金融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源都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密切相关。因此，理解房地产周期可以说是理解整个经济周期的关键一环。除了房地产这类主流资产，一些小众的投资领域也同样受到经济周期的深刻影响。收藏品投资，比如艺术品、古董、名酒、邮票等等，这类资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本身不产生任何现金流，其价值完全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人们的主观偏好。他们的投资逻辑更多的是基于稀缺性和美学价值，以及一个更通俗的理论——更大傻瓜理论，也就是你之所以愿意用高价买入，是因为你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更大的傻瓜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从你手中买走。收藏品市场的景气度与所谓的财富效应高度相关。在经济繁荣期，特别是当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创造了大量财富之后，富裕阶层会有更多的闲钱和更高的意愿去购买这些非必需的奢侈品和艺术品，从而推动其价格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期，当人们的财富缩水、流动性紧张时，收藏品往往是最先被抛售的资产之一，因为它们既不能吃也不能用，而且变现困难。所以，收藏品市场的周期通常会滞后于主流金融市场，并且波动性更大。它就像是经济繁荣期顶端那朵最艳丽的泡沫，美丽却也脆弱。在资产的避险属性方面，没有什么比贵金属更具传奇色彩了。几千年来，黄金一直被视作财富的终极象征和最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它具有稀有、
稳定、易于分割和储存等优点，使其天然地具备了货币的属性。在纸币时代，虽然黄金已经不再直接作为货币流通，但它作为硬通货的地位依然根植于人们心中。贵金属的价格走势往往与经济周期和市场风险偏好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当经济繁荣，市场情绪乐观，人们愿意追逐风险以获取更高回报时，黄金这类不生息的资产往往会受到冷落，价格表现平平。但是，当经济陷入衰退，或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时，人们的避险情绪会急剧升温，他们会担心自己手中的纸币会因为通胀或政府信用的丧失而贬值，于是纷纷寻求购买黄金来保值。此时，黄金的避风港作用就会凸显，价格也随之上涨。所以，观察黄金价格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温度计。与黄金的避险属性不同，另一大类资产商品期货则与实体经济的景气度息息相关。原油、铜、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都是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原材料，因此它们的价格主要由全球实体经济的供需关系决定。在经济周期的扩张和繁荣阶段，全球工业生产活动旺盛，对能源、金属等工业原材料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从而推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特别是在繁荣的后期，当生产能力达到瓶颈而需求依然强劲时，商品价格可能会出现飞涨。反之，在经济衰退期，工业活动萎缩，需求下降，商品价格也随之走低。因此，商品市场通常被看作是经济的顺周期资产，它的价格走势是反映全球实体经济健康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先指标。比如铜，因为其广泛的工业用途，常被称作铜博士。彭博认为它具有预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博士般的智慧。当然，对于大多数现代投资者而言，最熟悉的还是股票和债券。债券和股票的价格对利率的变化都非常敏感，但它们反映的方向通常是相反的。我们先说债券，债券的价格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当央行为了应对衰退而降息时，新发行的债券利息会变低，那么市场上已经存在的那些高利息的旧债券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其价格就会上涨。因此，债券市场通常在经济衰退的后期和复苏的早期表现最好，因为它能率先受益于降息周期。接下来说股票，股票代表的是对一家公司未来盈利的索取权。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期，企业盈利预期改善，经济增长，股票市场通常会迎来牛市。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非常看重预期的市场，它往往会在经济真正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下跌。因为聪明的投资者会提前预见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胀，央行即将进入加息周期，而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并降低股票相对于债券的吸引力。所以，一个典型的资产轮动顺序是：经济衰退时现金为王，然后债券开始上涨；经济复苏时股票开始接力上涨；经济过热时商品表现最好，而当衰退迹象出现时，投资者又会重新回到现金和债券的怀抱。除了以上这些资产，世界上还存在一个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市场，那就是外汇交易。外汇市场是交易不同国家货币的市场。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前景、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状况等等。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该国在全球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一个经济增长强劲、利率相对较高的国家的货币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导致其汇率升值。反之，一个经济疲软、利率较低的国家的货币则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因此，不同国家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步调就创造了外汇市场的交易机会。比如，当美国经济正处于繁荣期，美联储准备加息，而欧洲经济还处于衰退中，欧洲央行还在降息时，美元相对于欧元就有了升值的动力。外汇市场的波动反过来又会影响各国的经济。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有利于进口，但不利于出口，而货币的贬值则会促进出口，但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可以说，外汇市场是全球经济周期的交汇点，是各国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一面镜子。经过对各类资产的逐一分析，我们将所有线索汇集到一起，呈现了一幅清晰的跨资产类别的周期轮动图景。这就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在经济周期的不同幕布下，不同的资产类别会轮流登上舞台，扮演主角。在第一幕衰退晚期，中央银行大力降息，债券成为第一个明星。在第二幕复苏早期，经济开始走出谷底，但依然脆弱，股票市场因为对未来的美好预期而开始走牛。
在第三幕扩张中期，经济增长强劲，企业盈利丰厚，牛市进入主升浪。在第四幕繁荣晚期，经济过热，通胀抬头，央行开始加息，此时实体经济需求旺盛，大宗商品开始大放异彩，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则开始感受到压力。在第五幕衰退早期，加息的效果显现，经济开始掉头向下，现金成为最安全的资产，各类风险资产都开始下跌。这个模型化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进行资产配置的逻辑框架，但作者也反复强调，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每一次周期都有其独特性，投资者需要结合具体的宏观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个框架，而不是将其当作一个可以刻舟求剑的教条。最后，在心跳之声中，作者为全书做了一个诗意的总结，经济周期就像是经济体自身的心跳，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就像心脏的舒张与收缩一样，是生命系统维持活力的内在节律。一个完全没有波动的经济，一个心跳永远是一条直线的经济，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经济。我们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或许不是为了彻底消除它，因为这可能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它的节律，认识到身处其中的我们情绪和行为是如何被它影响，又是如何反过来加剧它的波动的。通过理解，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从，在繁荣的顶点保持一份警惕，在萧条的谷底看到一丝希望。以上我们共同走过的只是对拉斯特维德书中思想脉络的梳理和解读，书中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更严谨的逻辑推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若想真正深入地把握经济周期的脉搏，亲身感受历史的回响，或许最好的方式还是翻开原著，开启你自己的探索之旅。